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为了自己而活，所以我开心是最重要的。经济如果能满足，谁不愿意去结婚呢？经济上可能压力比较大，又考虑到结婚后要生小孩，一般最累的是中产，就是很辛苦，不上不下。然后，那你如果想生个小孩，你就会觉得压力很大。所以我觉得不结婚的或不想生的，主要停留在中产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库。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结婚了，也不想生小孩了？听听看这位兄弟如何深刻的分析一下。就是这些女生她单身，不是说她们不想找，而是就是男生有的选。男生会觉得，我30几岁了，我也好不容易买房买车了，我想找一个20几岁的年轻的性格好的，就是你有没有房对我不会太大的影响，就是你有一套房，然后你这个房子又不是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，对我影响也不是太大，那我觉得年轻的性格好的，让我能舒服的，那我觉得可能会更重要。所以他没有考虑到男生的思考和选择是什么。所以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生育价值，就是年纪它是不可再生资源，你学历可以提升，工作可以改变，你可以换行业，但是你年纪上去了，就30就是30，35就35，你35你不可能说我长得像25，你说我长得像25，那我男生可不可以说我长得像有钱人，我长得像有房的，但我没有房，对吧？不可能的。我觉得不愿意结婚几个点吧，一个是经济，经济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，经济如果能满足，肯定是谁不愿意去结婚呢？经济上可能压力比较大，又考虑到结婚后要生小孩会很负担，那么你又要上班，又要去照顾孩子，又要去分摊精力，你要照顾他培养他，再加上一线城市，肯定是希望我生出来的小孩也是能过得越来越好。所以他们是由于这样的一个思想，所以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会觉得逃避压力，所以不太想去生小孩，会觉得这个事情很累，然后会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。然后第二个点是他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责任感，不会说我觉得我一定是为了父母，为了家族，为了宗族，他没有这个使命感的时候，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为了自己而活，所以我开心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大家可能会更关心自己，并不会觉得我是为了别人而活。父母那一代有一个文化叫舍我文化，就是我自己过得差一点，我辛苦一点，老公孩子过得好一点，然后男生女生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我们才能凑成一个家。但是如果我们都只为了自己而活，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核心才是最重要的，那这个时候彼此都会不让步，这个就很难了。那你就说你会觉得不结婚的话老了会很惨吗？我觉得不结婚嘛，老了以后就是去养老院嘛。那我有钱的话，我在家请个保姆不行吗？你想想，你没有小孩，然后你又80、90岁了，身体又不方便，那保姆又敢看你一个人在家，那他想怎么对你，你又没有办法，你年纪那么大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那你换嘛，我换一个，我可以维权啊，对吧？你80几岁了，你这个维权怎么样？那人家如果脾气不好的上门报复你怎么办？你没有子女在背后为你撑腰啊。那万一就是说，万一你生的也是不孝子，所以有一个点嘛，就是说可能上海这边只想生一个，外地的像福建、广东，我觉得2个、3个就很正常，就觉得我要用数量来打败概率，就是万一不孝顺，万一是个傻瓜怎么办？我3个里面总归有一个聪明的，总归有一个孝顺的。所以用数量来打败概率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。然后第二个点是，很多父母真的，万一举个例子，你50、60岁了，孩子举个例子突然，对吧，意外或怎么样了，那你就变遗孤了，所以会很孤单。所以你一定要多生小孩。第二个点是，大家如果都只生一个，未来人口就越来越少了。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会想多生。第二是抢占资源。现在最牛的炫富方式是什么？就是我有3个小孩，我有4个小孩，我养得起。这是最牛逼的炫富方式，不是比你开什么车。所以我觉得一般现在小孩生的多的主要是2种，第一种是富豪家庭，你看理想汽车的老板理想，他有5个孩子，现在他老婆怀了第5胎，那他是要抢占资源且财富合理的去分配，能传承下去吗？那我们人活着这一辈子，那最后能流传给下一代的就是财富、基因还有意识形态思维，那这些东西能留存下去，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那种传承思维。第二个点呢，我觉得就是要么就是家里很穷的，比如说我生4、5个，其中一个考上大学，在城市里面找了一个富婆结婚了，那整个家族都改变了，就是这种是第二种。那一般最累的是中产，就是很辛苦，不上不下，然后那你如果想生个小孩，你就会觉得压力很大。所以我觉得不结婚的或不想生的，主要停留在中产。